我跟你说，这门亲事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。当真？人家看得上我家昭昭？看得上，太看得上了！侯府那柿子瘦的跟鸡崽似的，正缺个能镇宅的。娘，这肘子炖的烂糊，再给我添一碗猪肉拌饭。昭昭啊，今日可是你出嫁的大日子。唉，能吃是福，可你这体型，嫌弃？那侯府的顾少爷是个挑剔的主，要是被退货，可如何是好？从小到大，别人吃菜叶子保持身段，我吃狮子头练力气；别家闺女苗绣样，我拉满弓这大天，我总不能饿死自己。爹娘，你们别瞎操心，要是那小侯爷真不长眼，大不了我回来，爹养我一辈子不就行了？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饭可以乱吃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老爷，夫人，侯府的迎亲队伍快到街头了，喜嬷嬷催着小姐赶紧上轿呢。快，带小姐去准备，别误了吉时。等等，那个酱肘子给我打包带上，万一侯府的厨子手艺不行，我好歹能撑过头3天。你花轿上啃肘子像什么话？那也比饿死在侯府强。娘，这婚事我好不容易答应下来的，总不能让我饿着肚子嫁过去吧？给他装，赶紧的。这还差不多，走吧。昭昭，这箱子里是你常用的银弓、冰树，还有昨儿咱们刚腌好的咸菜。女子未必只能困于深闺，谁敢欺负你，就用拳头教他做人。外祖母放心，昭昭记住了。哎呦喂，老太师，这大喜的日子说什么打打杀杀的？新娘子，快上轿吧！昭昭，若是侯府待你不好，你就传信回来。爹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起驾！还是肘子好吃。听说太师府这嫡女体型壮如牛犊，今日一见，连这8抬大轿都显得有些不足了。兄弟们，撑住啊！我快不行了，这轿杆怎么在抖啊？哎呦，小心点儿，别摔到新娘子！太师府的千金把花轿压塌了，这可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！完了，这大喜的日子花轿塌了，可是大不吉利啊！这新娘子怎么自己出来了？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夫人饶命，是小的们没用，没抬住你。无妨，这花轿也不是非做不可。嬷嬷，前面带路吧。啊，这自己走过去不合规矩啊，夫人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难道要在街上站到天黑？带路。小侯爷，新娘子接到了。好家伙，这体魄，这身板，本以为是个哭哭啼啼的深闺怨妇，没想到竟是个狠角色。哇哦，这是要嫁进来给本世子后宅辟邪的吗？侯府这么有福气，能娶上天庭派来的重量级福星。等会儿，红绸呢？切红绸的规矩你懂不懂？麻绳那么细，拽着不趁手。嬷嬷救我啊！百年书香世家，竟娶了这么个壮如牛颅的女子，顾家的颜面全被这逆孙丢尽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这小侯爷的眼神，分明是觉得侯府烂透了。不如娶个我不按常理出牌的来辟邪，正好我也乐得清闲。多谢各位赏脸，
吃好喝好，本世子敬大家一杯。恭喜世子，世子请，好酒。带小姐先回房。诸位慢饮，会远去便回。小侯爷就这么着急的见新娘子吗？臣来迟了。萧楚玄的信可比你早到了半个时辰，胆子真大，连粮草都敢盗。此事我已交给楚玄处理，你只需盯着那群蛮子。是，今日大婚可别错过了那值千金的春宵一刻。公子莫要取笑，我也该慢慢收网了。我那个蠢弟弟已经开始行动了，那么谁来做这个马前卒呢？好戏要开场了。夫人，新房到了，小侯爷还在前厅敬酒，你先在屋里歇息片刻。这成个亲，连口热乎饭都没得吃，顾恒远那小子还不来，莫不是掉酒缸里了？夫人不好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小侯爷他去了谢姨娘的院里，今晚不来新房了。夫人，小侯爷太欺负人了，您这以后在侯府可怎么立足啊？哎呦，可算是不来了，这盖头闷死我了。唉，夫人难道你就不生气吗？生什么气？他不来，床都是我一个人的，乐得清闲。别哭了，去把我外祖母给的那个红木箱子拿来。真香！去给我端2大碗白米饭来。这大喜的日子就得配祖母传授的秘制腌咸菜。夫人，你要吃咸菜？快去，吃饱了好睡觉，明天还得早起练拳呢。你要的米饭来喽！味儿真足。我家夫人果然非同凡响。我的亲娘来了！新夫人这拳头，一拳能打死一头牛吧？昨晚小侯爷去了谢姨娘那儿，夫人怕不是在把空气当小侯爷打？我家夫人自幼习武，这算什么？夫人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！痛快，小桃，拿肉包子来，我要吃10个。昨晚在密室和三皇子议了一夜的事，这女人要是问起来，还得编个由头，就说去了谢姨娘那儿吧，反正那丫头嘴严，回头知会一声就行。这是取了个活阎王回来啊！这一巴掌要是拍我身上，我还有命在吗？侯爷既然来了，怎么在门口当门神？夫人起的可真早啊，这强身健体的方式还真是别具一格。活动活动筋骨罢了。侯爷这么早过来，有事儿？走吧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去给祖母敬茶请安了。那个昨夜的事儿，你没生气吧？我为何要生气？走，哎，轻点，夫人，胳膊要断了。
那个夫人，其实我昨晚去谢姨娘那里，是因为她突然心口疼。侯爷无需向我解释。啊！我说过，你是侯府的主子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后宅之事，只要不越过规矩底线，我懒得管，也绝不干涉你的喜好。你我不必为了这些小事生分。原本以为娶了个吃货，没想到竟是个心胸比海还宽阔。好，夫人大度，那咱们快走吧，免得祖母等急了。这女人要么是真不在乎，要么就是藏得太深。不管是哪种，对我来说都是好事。密室的事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。给祖母请安。孙喜给祖母敬茶，愿祖母福寿安康。我可不敢当，太师府的千金力大无穷，连花轿都能压塌。我这把老骨头，怕是受不起你的礼。哎呀，姐姐快别跪着了，这茶要是烫着姐姐的贵手可怎么好？昨夜侯爷在妾身屋里歇息，妾身没能劝侯爷去新房，姐姐可千万别怪罪妾身啊。姨娘这是哪里话？侯爷喜欢去哪儿是他的自由，你伺候的好是你的本分，我赏你还来不及呢。小桃，把那对赤金红宝的头面拿来，赏给谢姨娘。以后侯爷的起居，你得多费心了。这怎么跟戏文里唱的不一样？他不应该大发雷霆或者委屈落泪吗？这让我还怎么演下去？哼，花言巧语。我们顾家要的是能相夫教子、温婉贤淑的媳妇儿，不是你这种不守规格规矩、舞刀弄枪的女子。祖母教训的是，孙媳虽不懂什么风花雪月，但又有人敢欺负侯府，孙媳的拳头绝不答应。头疼，看到他就头疼，造孽呀！我身子不好，往后不必日日来请安。是，孙媳谨遵祖母教诲，这样也好，倒省去了我应付这些虚礼的功夫。哟，夫人这般强健的身子，怎么也怕风寒呀？小桃，差点忘了各位姨娘了。谢姨娘的方才已经给过了，这是你们的，一人一份。多谢夫人。没什么事，孙媳先告退了。这萝卜水灵腌出来的准脆生。姐姐，你现在可是侯府的当家夫人，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怪不得顾怀远最宠她，这般楚楚可怜、娇柔造作的模样，就算是我看着也觉得养眼。不要把这些粗俗之物带到侯府来，平白丢了侯爷的脸面。我做我自己爱吃的东西，与他的脸面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是正牌夫人又怎么样？洞房花烛夜，还不是独守空房？毕竟侯爷素来喜欢温婉柔弱的女子。你一个姨娘，怎么敢这么跟夫人说话？你说的有理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掌家全被老夫人攥着，你连争都不争，真是窝囊，白瞎占着正妻的位置。我们走。夫人，您别伤心，您是侯爷的正妻，老夫人迟早会把管家权交给您的。有什么可伤心的？等着泡菜腌好，第一个给你吃。侯府那点可怜的管家权，我可不稀罕。我早打听清楚了，侯府先祖创下基业，可惜后代纨绔，要没老夫人攥着，偌大府邸早亏空没了。
这也太香了吧，脆生生的，又酸又辣。夫人，我也要尝一块。夫人腌的菜比天香楼的招牌菜还好吃。你这日子倒是过得清闲。世子若是闲着，也可以来尝尝。这女人跟京城里那些矫揉造作的千金小姐完全不同。这弓太硬了，你来试试。你这力气，这些地势标注极其复杂，你也看得懂？略懂一点。南疆的战事，你听说了吧？略有耳闻。胡人彪悍，如今我军攻不进去，守着又极耗粮草，这局面进退两难，依你看该怎么办？胡人骑兵确实厉害，但他们有个致命弱点，粮草全靠草场。到了冬天，草料不耐久耗，咱们不用硬拼，只需死死守住关口，再派一支精锐轻骑，借着夜色绕到大后方，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草场。没了粮草，军心必散，他们自然会退。妙啊！釜底抽薪，断其根本。你那腌萝卜味道不错，记得给我送点。行。小心！华远，伤势要紧，快上车回城找大夫。夫人不好了，世子遇刺了。伤势如何？外伤倒没什么大碍，休养几日便好。只是世子这身子这次实在太虚，气血双亏呀。青楼少去几趟，也不至于弱成这样。你懂什么？我那是去办正事。我不管你办什么正事，我可不想刚嫁过来就成了寡妇。后天开始，你跟着我锻炼。顾怀远这小子，整日流连青楼，小鸡崽身板还禁得住这般折腾？大白日裹得密不透风，此人身份定然不简单。起床锻炼！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还是个病患。救命啊！我不行了，我的腿要断了！宋昭，你这个疯女人！你这是要谋杀亲夫！我要休了你！我只是觉着世子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暗中筹谋振兴侯府的大业，不如趁早收了心思，安安心心做个废物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猜？你派人跟着我？用得着派人？谁去青楼还带一群随从？就你这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纨绔的做派，瞎子才看不出来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身无2两肉，轻得像片叶子。哎呦，娘！平日里嚣张跋扈的小侯爷，睡着了倒像个受尽委屈的孩童。若不是娘亲当年的那场奇遇，我这辈子怕是与这侯府八竿子打不着。疼死我了！夫人，您用力呀，大
大夫还没赶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别慌，我学过些医术，快去烧热水。可是夫人，你也怀着身孕，人命关天，哪管得了那么多？按我说的做，深呼吸，跟着我的节奏，用力。夫人，恭喜夫人，是个男孩，是个健健康康的小公子。恩人，若不是您拼死相救，我母子今日怕是葬身此处。夫人言重了，这孩子命大，是个有福气的。今日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若恩人腹中是个女孩，便嫁入我侯府做世子妃；若是个男孩，便与我儿结为异姓兄弟，世代邀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可惜那位温柔的婆婆生产时亏了身子，没过几年便撒手人寰。侯爷对她情深意重，思妻成疾，在顾怀远5岁那年也随之而去，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，在这满是豺狼虎豹的侯府里艰难求生。那些叔叔伯伯哪个不是死死盯着侯爷的爵位？你听说了吗？世子爷最近像中了邪一样，天天围着那个胖夫人转。可不是嘛，以前公子爷可是天天流连青楼楚观的。我看呐，那胖夫人肯定会妖术，给公子爷下了降头。就是，长得像头棕熊似的，公子爷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他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世子爷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在背后编排当家主母，你们的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！来人，把这2个贱婢拉下去，张嘴20，赶出侯府！气死我了！那帮不长眼的奴才，竟敢在背后嚼你的舌根！我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随他们说去便是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？他们说你给我下了降头。我本就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围着我转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少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说话。知道了。你是顾家的正妻，当以大局为重。怀远身为侯爷，至今未有子嗣，这不仅是他的事儿，更是侯府的头等大事。他不能总被你一人霸占着，你要多劝劝他。后院里的姨娘们也要雨露均沾，开枝散叶才是你做正事的本分。孙媳谨遵祖母教诲。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最好。你是主母，要有主母的度量。退下吧。孙妾告退。什么霸占？什么雨露均沾？这侯府的后宅之争，于我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若不是为了完成娘亲当年的承诺，这世子妃的头衔我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宋章，宋章，你快看，我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？你猜猜这把弓我是怎么得来的？一看便是巧匠耗费无数心血打造的上乘之作，非凡品可比。你如何得来的？今天在城南，我遇见了萧楚贤，我跟他打了个赌。萧楚贤，靖王殿下常年驻扎南疆，为何突然回京？对，就是那个战神萧楚贤。听说是边疆粮草出了亏空，他这次回来要亲自查这件事。我跟他打赌，若我能连中3次靶心，他便将这把绝世好弓送与我。边疆粮草，牵涉之人只怕不在边疆，而在朝堂。你居然这么轻易就拉开了？萧楚贤可是说这弓非天生神力者不能用啊！你近来身子骨确实强健了不少，连中3元是你自己争气。宋昭，这都是你教的好。你不知道，今天他们看到我拉弓射箭的样子，看我就像看怪物一样。弓是好弓，配得上你这几日的苦练。这弓留给你，只有在你手里，它才不算明珠暗突。愿赌服输还能有什么反应？才不是！他那张脸虽然没表情，但他身边的副将都傻眼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小侯爷何时练就了这等神射术？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大声说，这都是我夫人教的。我夫人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师傅。你倒是什么都敢往外说。可是萧楚贤他不信啊。哦，他觉得我是在吹牛。他说哪有女子能懂这等刚猛的军中剑术，还说我故意拿你当幌子。所以我跟他说，明日我就带你去皇家赛马场，让他见识见识我夫人的真本事。皇家赛马场，我自从嫁进这深宅大院，就再也没碰过马鞍和缰绳了。这侯府的四方天地实在逼杂，每天除了练拳看兵书，确实有些气闷。趁此机会出去松快松快，倒也不错。好，你答应了，太好了！我这就吩咐下人去准备最上等的马车。
夫人这身打扮气势十足，定能把他们镇住。出发，去皇家赛马场。这就是小侯爷那位传说中的胖夫人，形如牛，真不知这马能不能承住他的重量，别把马背被压断了。蝼蚁之言，何须在意？萧楚贤，这就是我夫人，我没吹牛吧？她可有能耐了。别人瞧见我，要么诧异，要么嘲讽。像她这般毫无波澜，甚至带着一丝平视与尊重的，倒是头一个。能把怀远从那般柔弱的身板练成如今这般筋骨，侯夫人当真是辛苦。萧楚贤，你说谁柔弱呢？我现在可是能拉开2式强攻的人。少废话，你不信我夫人的本事是吧？今天我就先跟你比试一场赛马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干脆利落的骑术，不愧是威震南疆的铁血战神。好俊的骑术，常年握兵器的人，连控马都带着一股子杀伐果断的狠劲儿，真是让人莫名觉得亲切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狮子也行。救命啊！世子爷摔下马了！别乱动，你的胳膊扭了。夫人，你替我比，一定要赢回来，绝对不能丢了我的脸。这纨绔子弟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惦记面子，也好，我早按捺不住心痒了。这久违的粗糙感，真是让人怀念。能毫无束缚的在马上驰骋，这才是。既是侯夫人上场，光赛马倒是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加点难度。那王爷想怎么比？谁先射中所有靶心，并且率先冲过终点，谁就赢。这不仅考验控马的速度，更考验在高速运动中的精准度。稍有不慎，便会满盘皆输。好，就按王爷说的来。夫人，加油！千万别让他赢了！走了，开始！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夫人！最后一步了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停手！看到了吗？这是我夫人！侯夫人当真是个奇女子。为何不回你自己的院子，反倒跟着我来这偏僻地方？若是被老夫人瞧见我这副模样，免不了又是一顿数落，倒不如在你这儿清静些。打盆温水，取干净帕子，再把我的药箱拿来。是夫人。要不要找大夫来？不必，我信你。骨头错位的有些厉害，不快点复位，这胳膊得废半个月。轻点，轻点。啊！哎呦，轻点儿！你能不能慢着点儿？啊哈哈哈！疼死本世子了！轻点，轻点，你慢着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啊！哎呦，轻点儿！你能不能慢着点儿？啊哈哈！
哎呦，轻点，轻点，你要谋杀亲夫。谢姨娘，您不能进去，夫人正在里头办事呢。让开！大白天的，你家夫人闹出这等动静，不知羞耻，当侯府是烟花柳巷不成？姐姐若是喜欢折腾，等到天黑便是。这大白天的传出去，岂不是丢尽了侯府的脸面？世子，怎么摔得这么重啊？疼不疼？是不是很疼？别哭，别哭，让你担心了。爱情这东西果然废人，还是我的兵书和腌菜有意思。这萝卜再有个4、5天就能吃了。谢姨娘她竟然推你，您怎么都跟没事人一样？姐姐，夫人，侯爷的伤可是处理妥当了？已经正过骨了，敷了药，这段日子不能乱动，免得落下病根。刚才在屋里是妾身一时冲动，口不择言，多谢姐姐不计前嫌，及时给侯爷处理伤口。分内之事不必多谢，你若是担心他，现在便进去陪他吧，我还有几坛腌菜没封口。姐姐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总觉得姐姐要跟我争宠，如今才知道姐姐的心胸比海还宽，妾身就不打扰姐姐了，改日再来看望侯爷。后宅这点事儿，真不如去练武场举2个石锁来的痛快。他走了？走了。前2日，老夫人把我叫了过去。母亲找你做什么？她让我转告你，往后要雨露均沾，不必总往我那院子去。知道了。你这伤得养些日子，不如让谢姨娘来照顾你几日。我看她刚才在外面急得都哭了，对你倒是一片真心。他就这么急着把我推给别人？难道在他心里，我连让他吃醋的资格都没有？不必了，我不用谁照顾，自己能行。好，那你有事儿便叫下人。宋昭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这小小的侯府真的能困住你吗？你伤还没好利索，瞎跑什么？赶紧吃，吃完了把这身衣服换上。男装换这个做什么？这尺寸倒是按我的身形做的，你确定你的腿能出门？本侯爷的身体底子好着呢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快换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慢点，当心脚下。这就是你说的见世面，带你夫人来逛青楼。别瞎说，今日是有正事。哎呦，2位公子，里面请啊！这位公子生的可真英气，身子骨真结实呀！公子看着面生，可是第一次来咱们醉春楼，让奴家好好伺候您吧。哎呀，这阵仗比南疆的敌军还要难缠，你还笑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把你们这儿的翠红姑娘叫来，带我们去雅间。哎呦，原来是找咱们翠红姑娘的，2位贵客，楼上请。2位公子稍坐，奴家这就去泡茶。有呼吸手，不仅有，还是练家子。人带来了。萧楚贤，他怎么会在京城的青楼里？臣顾怀远参见三殿下。原来他一直暗中效忠的是三皇子，这个看似纨绔的侯爷藏得够深的。臣父宋昭参见三皇子。侯夫人不必多礼，都坐吧。听闻侯夫人身手不凡，异于常人，更是能与镇南王在赛马场上打成平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让人耳目一新。三皇子灭赞了，不过是几把粗浅功夫，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既然怀远将你带来，便说明他极其信任你的才华。令尊宋太师乃太子太傅，一生以社稷为重，本王素来敬重。可太子亲近小人，疏远忠良，太师屡见无用，这些夫人比本王清楚。本王想问夫人，太师忠于社稷，你身为宋家女儿侯府夫人，你的尺量的是东宫还是大前江山？太子非社稷之主，臣妇即嫁入侯府，夫君效忠殿下，臣妇便以这身本事助夫君、助殿下为天下走一条正道。好，太师忠于社稷，夫人更清醒，本王再无疑虑。既如此，本王便直言了。南蛮虽退，根基未动，那些蛮子就像草原上的野草，春风吹又生。依夫人之见，我大前该如何应对南疆之患？殿下既然发问，臣妇便斗胆直言了。这哪是问策，
这是在试探我有没有资格入局。回三殿下，臣妇以为南疆边防筑堡垒、练骑兵固然重要，但这只是防御之术。若想长治久安，更重要的是知己知彼。哦，如何知己知彼？南蛮地处苦寒之地，物资匮乏，尤其是盐铁和布匹，他们频频北下侵扰，根本目的无非是为了抢夺过冬的粮食和物资，赌不如输。我们若是能在边境开设护市，允许双方通商，既能满足南蛮的生活需求，又能暗中观察他们的动向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护市干嘛的做买卖？这女人疯了吗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可是通敌的大罪。护市，南蛮向来狡诈，毫无信义可言。若是他们借着护市的名义，大批涌入边境，借机窥探我们的军情，甚至里应外合发起突袭，又当如何？这很简单，护市的地点绝不能设在开阔地带，而是必须设在我们的军镇堡垒之内，由我们的大前士兵重兵看守。南蛮前来通商的人必须卸下兵器，只能在指定区域活动，胆敢越界者杀无赦。一个胆大心细的奇女子，这般见识胜过朝中无数庸人，我果然没有看错的。好一个设堡垒护市！侯夫人此计果然精妙绝伦。不过，若是那南蛮单于冥顽不灵，不接受护市，依旧执意集结大军来犯呢？若他们执意求战，那便以逸待劳。敌军多为骑兵，机动性强，但长途奔袭，人和马必然疲惫，我们绝不可出城迎战。我们可以在边境险要之处设下埋伏，坚壁清野，待他们深入我军腹地后，派旌旗截断他们的退路，再以重兵前后夹击，关门打狗，定能大败他们。另外，南蛮并非铁板一刻，我们还可以暗中联络南蛮周边的其他部落，许以金银布匹，让他们在南蛮后方制造摩擦，腹背受敌之下，南蛮便不敢再轻易南下了。夫人，果然有良将之才。你可知上次南疆战事，父皇在朝堂上犹豫不决，不知该进该退。后来怀远递上了一份折子，上面写着“围而不攻，断其粮草”8个字。父皇依计行事，最终才大获全胜。怀远私下告诉本王，那8个字是出自侯夫人。是陛下英明，三殿下与将士们浴血奋战的功劳，臣妇不敢居功。你这份大才，若是身为男儿，定能封侯拜相。只可惜宋太师刚正不阿，在朝中树敌不少。听闻他最近被卷入了一场冤案，父亲被卷为冤案，情况不太乐观。侯夫人放心，宋太师是国之栋梁，更是朝中为数不多的清流。此事我已经让人去彻查了，定会还太师一个清白。多谢三皇子殿下，家父一生清正，此番遭人诬陷，若无殿下主持公道，恐难洗刷冤屈。侯夫人言重了，本王也正需借此事整顿朝堂乱象，你且宽心回去，莫要自乱阵脚。臣妇明白。你爹被人弹劾那事儿，是今日刚闹起来的。这事牵扯甚广，那些老狐狸是有备而来。好在陛下已经将此事交给了三皇子查办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竟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，多谢你今日带我来见殿下。这可不是我的功劳，是萧楚贤提醒我的。萧王爷，也是他说，太师府如今风口浪尖，怕你听到流言蜚语跟着瞎担心，让我先不要告诉你。他让我直接带你来见三皇子，吃个定心丸。萧楚贤，你身在军营，竟也如此细心周全。改道，先不去侯府了，去太师府。得嘞，事子爷做好。其实我知道顾怀远有很多心事，他没有表面看着那么晚安。昭儿，娘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娘，我没事，您别担心。爹，女儿不孝，让您受惊了。朝堂风波险恶，爹只怕连累了你。这不成器的纨绔子弟，天天没有正形，流连风月场所，真不知我这苦命的女儿怎么摊上这么个主。见过小侯爷。岳父大人折煞小婿了，岳父大人受委屈了。今日小婿已带昭儿去见过三皇子殿下，在府邸安心休养几日，全当是休长假了。外面的风雨，侯府虽落魄，但也愿为太师府遮挡一二。这小子似乎与传闻中截然不同，莫非以前都是藏拙？爹，怀远说的对，殿下已然应允，咱且静观其变。看到你和娘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走了，万事小心。好，好。
一个不留。今日出门是去见三皇子，根本没带任何兵刃。这些刺客根本不是普通毛贼，这下真要死在这里了。这些杂碎没完没了！周儿，没人能救你们，去阎王殿里做夫妻吧。谁敢动他？萧王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没事吧？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人这样死死护在身后。他宽阔的肩膀隔绝了所有的带光剑影。侯府那些旁支，真是一刻都不得安生。等我腾出手来，非把他们连根拔起不可。你有没有受伤？伤到哪里了？有外伤，无妨。多谢萧王爷及时相救，否则今日我们夫妇恐难脱身。这里不安全，我护送你们回府。侯夫人，这些是？这是我自己腌的泡菜。腌泡菜？对啊，酸辣脆爽，下饭最好了。萧王爷若是不嫌弃，走的时候带2罐尝尝。侯夫人不仅兵法出众，武艺高强，竟还会做腌菜这种巧活。她会的还多着呢，力大如牛，吃的比我还多。这地图我看了好多遍，上面的每一处关隘我都烂熟于心。我经常在脑海里推演那里的阵型，却从来没机会能亲眼去看看南疆真正的样子。会有机会的。那就像是我们之间悄悄定下了一个约定，一个不需要诉诸于口关于南疆的约定。这俩人怎么回事？当着我这个正牌夫君面眉来眼去，那眼神简直像是在捉奸似的，看得老子浑身不自在。王爷，这是答应给你的腌萝卜，带回去尝尝鲜。多谢夫人，我定会好好品尝。宋昭，我好歹是你明媒正娶的夫君，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吃过你亲手做的腌萝卜呢，你凭什么给他？厨房里还有一缸，你想吃自己捞去。你偏心！夫人，这罐新腌的萝卜我都按您的吩咐装好了，这就给萧王爷送去驿站吗？去吧。旁边那一小罐给小侯爷送书房去。不必了，你这萝卜怕是要把我的牙酸掉，你还是留给你的萧王爷吃吧。小侯爷这是怎么了？平时不是最爱吃您做的菜吗？别管他，发神经呢。刺客这事儿蹊跷的很。那日我和顾怀远秘密去见三皇子，半路改道去我娘家，回程路线并不固定，除非是顾怀远的身边有奸细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精准的埋伏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。小桃，最近府里的人你多盯着点。侯爷有病啊！侯爷，这几天府里换了一批又一批人，都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二坊那边安插的眼线，还有几个跟外头有些不干净的牵扯。处理干净，侯府不养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是。他倒是坐得住，这般心性怎么会是个困在后宅的女子？南疆急报，南蛮又来犯了，这次来势汹汹，趁着大雨连破3座边城，当地驻军死伤惨重，所以萧王爷才冒雨出征。这次南蛮是有备而来。他们挑在雨季发难，图的就是我军在南疆水土不服，雨季道路泥泞，运粮车马寸步难行。楚贤此去，凶多吉少啊！怀远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要经常来这里议事了。他不会输。南疆瘴气太重了，将士们到了那里，水土不服，上吐下泻。户部那边还在卡着粮草，就算今天拨下来，运到南疆最快也要大半个月。再这么耗下去，楚贤哪怕有3头6臂，怕是也撑不住。我听民间有些偏方，或许能解燃眉之急。将艾草和苍椒晒后，在军营4周点燃，烟熏能驱散瘴气。艾草和苍椒都不算贵重药材，当地应该能就近筹集。
不仅如此，南疆山林多有一种野菜叫救荒草，这草耐储存，煮熟后饱腹感极强，完全可以掺在军粮里当粮食吃。南疆那地方应该随处可见。好一个你诸葛！我这就让人800里加急传令下去，按这个法子试试。这盘棋从一开始我就输了。我们的婚约不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也知道你心里从来就没有过我。等三殿下荣登大宝，我在侯府彻底站稳脚跟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认识你这么久，也就这句话比较中听。既然婚约不算数了，那咱们换个法子相处。我顾怀远，我宋昭，今日在此对月立誓，结为异姓兄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往后互相扶持，珍护彼此。侯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这是夹在萧楚贤给三皇子的那些军报里，偷偷送来的。侯夫人的腌萝卜太好吃了，兄弟们抢着吃，我就吃到了2块。随信寄上一块南疆特产的暖玉，带在身上能驱湿寒。堂堂一个戍边王爷，还跟手下士兵抢萝卜吃。哇，夫人，这玉石好生漂亮，像有光一样。是啊，南疆的暖玉。既然他吃不够，那我就多腌些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再腌一罐？萝卜、芥菜、黄瓜都来点。光记萝卜哪够？这回多装几样，让他吃个够。我当即找了个干净的陶罐，不仅装了萝卜，还新腌了芥菜和黄瓜，这样吃起来爽口。将军，这咸菜也太香了，再赏一口呗。滚蛋！老子自己都不够吃。从那之后，我们的通信开始频繁了，这些信就夹在他和三皇子的来往信件中。昭昭，军营旁的野果熟了，红得像火，将士们摘来充饥。有个小兵贪嘴吃多了，闹了3天肚子。夜里宿营，能听到山里的猿猴叫，还有一种会发光的小虫，围着篝火飞，跟星星似的。将士们都叫它引路虫。我的战马踏雪特别通人性，上次遇袭是他先察觉到不对劲，活着我就冲了出去，才捡回一条命。昭昭，等战事结束，你来南疆。我新学了腌笋的法子，等腌好了就给你寄去。城外山上的花开了，等你回来咱们一起去看。楚玄这小子，这信件往来可是越来越频繁了。前线战事吃紧，王爷多汇报也是应该的。怀远，你这度量，本王佩服。臣听不懂殿下在说什么。殿下还是多操心南疆的战曲吧。这不是我的信吗？怀远啊，本王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小心你这位刚结拜的义妹，别被某位姓萧的拐走了。殿下瞎说什么呢？
我和萧王爷之间那是纯粹的战友情，是共担家国忧思的知己。你们这些满脑子儿女情长的人哪里懂？真碍眼。怎么碍眼了？这可是南疆的暖玉，驱寒保暖的，你懂什么？那傻小子又给你写信了？你不准喊他臭小子！再帮他说话，小心我拦截你们的信。你敢？若他日后敢欺负你，我替你报仇。就你，还是算了吧。三皇子说，萧楚贤在南疆打了好几个胜仗，敌军已经节节败退，元气大伤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能班师回朝了。大军凯旋那日，我一早就到城门迎他。我从晨光初升等到暮色散死，我盼着那个踏马而来，只为奔赴我的身影。跪！镇国大将军萧楚贤以身殉国，沙场殒命，末将奉遗命护送将军灵骨归城，恳请开城门，迎忠魂还乡。迎萧将军忠魂归家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将军托我带给你的。萧楚贤，你个骗子！我不嫌你就是了。走了，回家给你吃腌萝卜。楚贤，我定取下那满手的头，替你报仇。谢姨娘生了双胞胎，侯府现在很热闹，但这热闹好像总是和你隔着一层。那是你的热闹，不是我的。新帝刚登基，你今天就去求了去南疆的恩旨，你连一天的安稳日子都不想过吗？我从来就不属于安稳的后宅。我知道，这里困不住你。这是和离书，宋昭，从今往后你自由了，海阔天空，任你飞翔。顾怀远，谢谢你的成全。此去南疆，山高水长，你
万事小心，保重。小主仙，我来看你了。这罐腌萝卜是我亲手做的，味道和当年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老皇帝驾崩了，三皇子成了新帝，我也终于拿到了去南疆的圣旨。你未完的遗愿，我来替你完成。驾！来者何人？军营重地，女子不得擅入。奉圣意，新任南疆主帅宋昭前来接管兵权。一个靠王将余音来劳军功的中原夫人，也配当我们主帅？萧将军尸骨未寒，朝廷就派个女人来掌兵，是觉得我们南将军死绝了，没人了吗？中原的侯夫人，还是回后宅绣花去吧。进帐说话，规矩点。要我服你也行，咱们南疆不看圣旨，只认拳头。比剑，你若能赢我，我周虎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；你若输了，立刻滚回中原，别在这儿丢萧将军的脸。去校场。看好了，娘们儿。虎将，虎将，虎将，虎将！该你了。若是拉不开这军中的硬弓，早点认输。第一剑，瞎猫碰死耗子。第二剑，这不可能！齐大疯了，拼了！这一剑肯定会偏。第三剑，他要干什么？那可是100斤重的石锁，连周将军都要双手才能搬起。起！末将周虎，心服口服，愿誓死追随将军。宋将军，宋将军，宋将军，宋将军！尝尝，刚弄好的。
这味道，这味道，正好和当年萧将军从京城带回来分给我们的一模一样。军中有叛徒。初贤，原来你是被自己人害死的。无论那个人躲在多高的位置，我一定会把他揪出来，剥皮抽筋，用他的项上人头来祭你的在天之灵。腰部发力，别光用手臂，眼睛死死盯住靶子，别走神。鲍将军，京城来了使者，说是带着家眷，点名要见您。使者，带进帅帐。顾怀远，宋将军，别来无恙。这是谢姨娘生的那对双胞胎。陛下命我来南疆送密信，我便顺道带着孩子们来看看你，也看看这片南疆的风光。你爹娘身体都好，临行前，你娘特意连夜赶制了几套新棉袍托我带来。她总说南疆的冬天湿冷，怕你冻着。替我谢谢爹娘。顾安，姑娘，快叫宋姑姑。宋姑姑好。小家伙，喜欢这个？顾您这孩子随我，从小对四书五经没兴趣，就喜欢刀枪棍棒。随你，当年你可是被我逼着扎抹布都要哭爹喊娘的。人总是会变的，你在这南疆，不也变成了名震天下的女战神吗？尝尝，刚烤好的。宋姑姑，你比爹爹说的还要厉害。爹爹说你能单手举起一头牛。你爹竟在背后这么编排我。当年若是知道你在南疆会吃这么多苦，扛起这么重的担子，我或许不该那么轻易的放你走。你看这南疆的天多高多宽，在侯府那方四角天空里，我像是一只被困在金丝笼里的鹰，却不知道这一身力气能用来干什么。只有在这里，在战场上，我才觉得自己真正活着，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其实这次来，除了看看你，还有件极其重要的事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约定在下个月15，里应外合，攻打南疆边境的3座重要堡垒。而且，情报中提到了一个内用。3年了，宋昭，当年萧楚邪在绝谷中府，十有八九就和这帮人脱不了干系。3年了，这群躲在阴沟里的老鼠终于舍得冒头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这是我找京城最好的铁匠，用南疆送去的寒铁，足足锻打了3个月才打成的，比你当年那把应该更顺手。好刀，刚好用来引敌人的血。姑姑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要来南疆跟着你当兵。好小子，骨头倒是硬气。我要像宋姑姑和萧将军一样保家卫国，把那些坏人全打跑。萧将军，
里面装了满满一罐子腌萝卜，还有一罐酸菜，带回京城给谢姨娘尝尝。告诉她，我这儿的萝卜可比京城的水灵。宋昭，照顾好自己。若是累了，侯府永远是你的家。少啰嗦，我在这儿快活得很。快走吧，别误了宿头。初仙，10年了，我替你守了10年的南京，真相很快就要大白了。大帅，急报！出什么事了？南蛮残余部落联合了10几个小部族，集结了整整3万大军，一夜之间突然发难，攻破了咱们2座边境堡垒。守将呢？百姓呢？守将战死，2座堡垒的百姓死伤无数。大帅，简直是人间炼狱啊！传我将令，点齐1万精骑，连夜拔营出征。末将遵命。将军有令，点齐1万精骑。10年了，该了结了。弟兄们，随大帅出征，杀！萧楚行，等我，这次连本带利一起讨回来。冲出去！给我冲出去！绑了。要杀要剐随便你，我赤纳绝不求饶。我不杀你，只要你告诉我，当年是谁给萧楚玄将军泄露了行军路线，我就放你回大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我没耐心跟你耗，你不说，我就把你交给那些被你害死的边境百姓的家人。你猜猜，1000个失去亲人的百姓会用多少种方法把你的肉一片片割下来？是你们中原人。说名字。是林副将，他说只要我们师父杀了萧楚玄，五皇子就会封我们为南疆王。林副将，楚玄最信任的那个副将，10年了，原来是你，林副将，你跑不掉的。大帅，人在一个隐蔽山洞里抓到了。宋将军，好久不见啊！没想到最后还是落到了你这个女人的手里。为什么？萧将军待你不薄，你这条命都是他在死人堆里捞回来的。待我不薄，好一个待我不薄！当年我妻儿感染重病，我拉下老脸去求他借我50两银子救命。可他呢？他居然把所有的军饷和赏赐全都分给了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属。他说军纪如山，不可私动公款，我妻儿就活活病死在破庙里。我跟着他出生入死10几年，替他挡刀，替他断后。凭什么他萧楚贤是名满天下的大英雄，而我永远只能当他脚下的一个副将？五皇子答应我了，只要除了他，我就是南疆兵马大元帅，我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畜生，我宰了你！所以你就出卖了3万南疆儿郎的命？是又怎样？萧楚琴太碍事了，他挡了太多人的路，他那种愚蠢的清高，在这个世道。楚心，我替你报仇了。10年血债，今日血偿。
我带了你最爱吃的萝卜，那个害你的叛徒，我亲手宰了。我替你报仇了。你当年信里说南疆的野果很甜，我尝过了，真的很甜。你还说引路虫就像天上的星星，你答应过要带我看遍这南疆的山水，现在我都替你看了。这里的天很蓝，草很绿，百姓们都盖了新房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楚贤，你一直都在。楚贤，你化成引路虫来看我了是不是？大仇得报，天下太平。可我心里为什么这么空？我知道我的楚贤再也回不来了。10年了，我守了南疆10年，替你守了10年，你不用再担心了。我死后要和你葬在一起。楚贤，等我，只要这南疆的草还绿，我们就永远守着这片土地。手臂高看准靶心，别急着放箭，气沉丹田。宋奶奶，我射中了！好小子，有天赋。老帅，京城又来圣旨了，新帝想召您回宫，封您为护国大将军呢。替我谢过陛下，就说我这把老骨头受不得京城的繁文缛节，我就在边境种萝卜，教娃娃，挺好。京城那边都挺好。京城那边都挺好。念昭那丫头就是谢姨娘生的那个，现在也学你在侯府后院种了半亩萝卜，天天弄得满手泥。那她可得小心点儿，别把老夫人的名贵花草给刨了。顾宁现在出息了，在北疆当了正牌的副将，手底下管着几万人呢。这是顾宁亲手给你做的一把新牛角弓，他说你那把旧的该换了。楚轩，替我谢谢那小子。我今年70了，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，走几步路就喘得厉害，以后恐怕是走不动这几千里的山路，不能再来看你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个倔脾气还是没变。你该走了。宋昭，人来人往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。我知道这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人这一辈子能守住一片土地，守住一些人就够了。只要这南疆的草还绿，我们就永远守着这片土地。别哭，我这命是从死人堆里捡的，活到这岁数够本了。军医快到了，您撑住。不用了，我清楚自己的身子，南疆的风雪我算是守够了。我死后把我和萧将军葬在一起，我们都记下了。还有，我的墓里别放陪葬品，只要放一罐刚腌好的白萝卜。这是昭昭，等久了。你个骗子，让我等这么多年！我来接你去南疆。这辈子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，有他足矣。
怎么把你？阿爹，风筝吹跑了。是谁先帮我捡回来的？那是我们的白马将军。只要这南疆的草还绿，我们就永远守着这片土地。